Hello， 大家好。什么样的公司是好公司？什么又是公司的护城河？怎么样判断公司的护城河？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大家好，欢迎来到投资成长频道，拒绝做韭菜，我是何斌。说到公司的护城河，想必大家不会太陌生。这里呢，我们回顾一下护城河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小明开了一家公司 A， 第一年很赚钱，收益有 50%。第二年，由于大家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好，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家公司 B 从事和小明一样的业务。那公司 B 呢，为了竞争，觉得一年没有必要赚 50%， 其实 30% 就够了，于是就选择降低价格。如果这个时候小明的公司 A 没有护城河，那么就被迫降价参与市场竞争。第三年又出现了 C 公司，同样的道理，盈利会大幅下降。这么下去，谁会受益呢？答案是，当然是消费者。竞争对于消费者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公司和企业完全就是灾难。因此呢，我们就提到了护城河这一概念。那么护城河到底是什么？护城河就是在一个企业面对竞争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抵御竞争？有什么是只有这家公司可以做的，其他公司做不了的？要么做不好，要么可以做，但是成本高。如果一家企业具有护城河，而且护城河足够宽足够深，那么这家企业就可以抵御外部的竞争，企业当然也就可以实现长时间的盈利。护城河也包括很多方面，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选取最主要的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品牌价值。举个例子，茅台酒为什么比别的酒卖得贵？这其中就是有了中国国酒的强大品牌。这个当然也应该很好理解，公司有没有品牌价值，就是看公司可以不可以利用品牌获得溢价。无法获得溢价的品牌其实价值并不大，因此在判断品牌价值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公司到底可不可以利用品牌而获得溢价。第二个呢，就是网络效应，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举个例子，使用今日头条和抖音的人越多，创作者就会越愿意在今日头条和抖音上创作内容，而内容呢越多，大家反过来也就越喜欢这些 APP。所以网络效应越强，公司就越具有强大的护城河。因此我们可以把网络效应定义为一种商品和服务的价值随着使用者的增加而提高。最典型的当然也就是互联网了，使用它的人越多，互联网就越有价值。这个其实也非常好理解。接下来第三个就是规模优势，这个概念当然也不难理解，就是为什么小卖部干不过连锁超市的原因。有了规模优势，相应的就会有成本优势，生产一个钉子的成本跟生产1万个钉子的成本显然是不一样的。第四，我们要讲的就是转换成本。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市面上的聊天软件其实有很多，但是你呢，会抛弃微信换一个别的用吗？这里涉及到的知识就是转换成本。所以有的公司天生它的转换成本就是比较高，但是有的公司天生转换成本就非常低，比如消费类公司和餐饮公司，因为消费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从一种商品转向另一种商品，从一家商店转向另一家商店，从一家餐厅转向另一家餐厅，因此这类公司也很难建立起强大的护城河。好了，介绍完护城河之后，我们就讲一讲什么叫价值投资。所谓价值投资，就是第一步找到足够深、足够宽护城河的公司。那么第二步呢，就是以合理的、带有安全边际的价格买入。第三步就是长期持有、做时间的朋友跟公司一起成长。在这里的第一步就是要判断一家公司到底有没有护城河。您如果去研究一家公司的时候，很多公司都会在年报里说自己在哪方面具有竞争优势，也就是自己所谓的护城河。但是究竟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护城河？什么又是假的护城河？护城河有多宽有多深，不是自己吹出来的。我们希望得到数据的支撑。当然有人也会提到，那数据造假也是有可能的。因此这一点呢，我也不否认。但是一家公司可以造假1年、2年、3年，但是没有哪家公司可以连续造假5年、10年还不被发现。那么面对财报分析中那么多数据，有没有其中最重要的数据呢？通过观察这个数据，大体可以告诉我们这家公司质地到底怎么样。还真有这样的数据，它就是净资产收益率 ROE。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什么是净资产收益率，它的英文缩写是 ROE， 代表 Return on Equity， 告诉我们一家公司的经营效率，告诉我们每1块钱的净资产创造了多少净利润。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在乎这个数字？因为我们在投资一家公司的时候，首先要对这个企业进行估值。所谓的估值呢，就是对盈利进行预测，然后再计算出一个数值。当然估值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基于企业盈利的现金流折现，也被称之为 DCF。Discounted Cash Flow， 企业未来的盈利当然都是估算的，那么只有盈利稳定的企业才可能进行准确的估算。因此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找到盈利相对来说可以预测的公司。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ROE 的计算。那么在计算的时候呢，有一个条件，
需要一家公司的净收益与净资产必须是正值。我们看一下公式 ，ROE 等于净收益除以平均股东权益。我们看一下公式，其实它计算还是非常简单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怎么来判断 ROE 的高低。净资产收益率的数值取决于所在的行业，比如如果是公共事业部门 ，ROE 一般在10或者以下。但是如果是科技公司，一般都会大于18%。最好的判断优秀公司的准则就是 ROE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比如，如果行业平均水平是15%，但是 A 公司如果是18%的话，那代表 A 公司的管理经营水平在行业平均水平之上。当然，也有一些通用的准则，比如如果一家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在14%以上，代表公司在很多方面具有竞争力，也就是拥有护城河。而如果 ROE 小于10，则代表企业没有护城河。那当然还要结合行业平均水平的 ROE 做出具体的分析。我们总结一下 ROE 的要点。首先第一条， ROE 是衡量管理层如何有效地利用公司资产创造利润。那么第二点， ROE 是否令人满意，要取决于行业的平均情况，要跟同行业的公司进行比较。第三，作为快速分析一家公司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投资者可以将长期平均值14%的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可以一个接受的水平，而将低于10%的收益率视为不良资产。那么这个14%是怎么计算的呢？它其实是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长期平均收益率。接下来我们举几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公司 A， 我们选取了10年以上的 ROE。公司 A 的 ROE 在2010年最少的时候也有10.49%。我们再看一下对应的股价走势，显而易见这家公司是穿越牛熊的。如果长期持有类似于这种公司，相信能获得非常满意的回报。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公司 B， 同样也是10多年的 ROE。我们看一下在2016年公司的 ROE 是24.44%，远远超过我们刚刚提到的14%的标准。再看一下对应的股价走势，很显然也是穿越牛熊。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公司 C， 从图中可以看出连续10多年的 ROE 非常的不稳定，从2010年的38.74%到2019年的4.22%，显示出这家公司没有护城河，是在竞争特别激烈的行业当中。我们再看一下股价，当然也是非常的波动，想在这种公司上赚钱非常的不容易。好了，那么以上可以看出，连续数年保持高净资产收益率的公司具有一种或者几种护城河，可以抵御竞争对手的攻势。我们投资公司的时候，看重的是公司未来一段时间的现金流的折现，所以一家有着又深又厚护城河的公司才可以长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我们就是要找到这类公司，以合适甚至是低估的价格买进，然后长期持有，才是比较稳妥的投资策略。这也就是选择优秀的企业和他们一起成长，做时间的朋友。所以千万不要误解长期投资，如果你选择的公司没有护城河，就算是规模再大，也避免不了轰然倒塌的命运。而且还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世界的变化，科技的进步，护城河的宽窄深浅是不断变化的。想想手机品牌诺基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盯着股价的投资是错误的投资。这听起来好像违反直觉，但是只要深入思考一下就知道，短期的股价波动大多情况下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更应该关注公司的经营状况，了解公司具有哪些护城河，这些护城河还在不在，哪些公司的护城河是真的，哪些公司的护城河又是假的。当然，任何一个技术指标都不是完美的，投资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不可能只看一个财务数据就可以做出完美的投资决策。那么 ROE 当然也在一些情况下是不适用的。首先第一就是如果公司没有利润或者资产为负，那么不可以使用 ROE 来判断公司的经营状况。第二，如果一家公司使用了过度的财务杠杆，也不能使用 ROE 来判断其经营状况。为了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在这儿举一个例子，一个100万的投资项目，出资人只投资了10万，另外的90万都是从银行借的。那么如果1年以后这个项目赚了10万，那么对于投资人来说，回报率相当于100%。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2个结果。第一，就是长期的高回报必然引来竞争，从而降低收益率。第二，就是产生高回报，同时风险也很高。假如说这个项目第2年亏了10万，也就相当于投资人输掉了整个本金。所以高杠杆企业我们不可以只关注 ROE。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到此结束。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请大家订阅、点赞、评论、分享，谢谢大家。